每个人这一生能得到的机会不多，为了一次机会，某搏杀一番，赌上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在右相身边，你若真的不争不抢，没有人赏识你的谦让和大度，只会被别人踩着脑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个死锤！你想弄死我呀？王大剑，息怒！王大剑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。死人呐！站在那儿！王大剑，王大剑，右相又派人来催了。一会儿回来弄死你！平日里，这采买的差事都是争着、抢着想要，如今机会来了，为何无人领受？启禀右相，这白蜡贵重，此次大银库所支付费用，不及前几次内府的采办手笔。嫌钱少，没油水，就不愿替圣人分忧了，是吧？替圣人分忧，是老奴的本分。不过，这次的预算嘛，不到1/10，颇有些难办。老奴无能，无法胜任，还请右相治罪。那你们呢？有谁愿担下此事？如今一出长安，便是饿殍千里，尔等捧着金饭碗，还挑肥拣瘦，不想吃就别吃了。仇恨斗胆，向右相讨个赏赐。想要什么？求一个替右相分忧的机会。好，富贵险中求，有趣啊！知我者，为我心忧啊！这个机会就给你了。谢右相。吕长史，李大师，
如此转运呢，我可以再算一算，争取减少一些开支。李大师，咱们是替圣人办差，首先啊，要把这个差办得好，办得成功，其余啊都是小节。尤其这个预算啊，不能卡得可丁可卯。须知，报得少，花得多，叫超支。于常侍，这报得多，花得少呢，叫结余。超支是办事不力，结余呢是筹划有功。你说，咱这吏治转运的差事，路途遥远，不可控因素众多，万一出点什么问题，这预算卡死了，就容易超支啊。到最后，要是多出1官钱，你说这钱是某出呢，还是李大师出啊？是啊，是得预留一些风险溢出啊。还是于常侍有经验呢，那我就先这么报。哎，别急，慢慢想，别出了纰漏。是得多留点预算的。于常侍所言极是。这转运之法若是能成，我等自然是支持的。只是李善德这个方案有个很大的弊病。哦，太省了。这一省风险倍增啊！这沿途运送，求得不仅是快，还要稳。马疲累了，容易失蹄呀。让我看呢，他60里1役，我觉得不妥。可以缩短成30里1换人马，还要加盖驿站。这驿站呢，还得有落脚地儿、喂马处啊，还需要活水、井水啊。这每个驿站至少备足了2马3匹，至少有2个骑手。这驿站呐，还需建个粮仓，备数月存粮。厨子2个，每日餐食轮番分开。万一哪一日食品不新鲜，吃坏了肚子，哪匹马不安稳，着了病，尚可补救。还需备些药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笔账远超李善德之前的算计啊！于常侍啊，事情若是办成了，支出再多都好说；事情若是办砸了，支出再少，那也是罪过，容不得半点闪失啊！这转运预算，怕是得往上再翻个几番，才算稳妥呀。你说呢？你们的想法，某都能理解。大家都是为了吏治转运、求稳嘛。某支持你们，只不过按照你们的预算，某觉得还不够稳妥，不如再翻上一把。原本看了李善德格言部子写的呕心沥血，既同情他被摊上这样的死差，还能逻辑清晰把事儿给办了，且没有1分1毫多余的损耗，我这才踊跃帮他想办法，却没想到他竟然与于常侍是一伙的。
这个大脑的傻货，甭管他是不是一伙的，但凡沾上了这上有鳖，就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。这上有鳖呀，胃口可大着呢。转运荔枝的费用，怕是要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了。之前虽是死差，尚有一线生机，如今渔场是插上了一腿，这荔枝市算是踏上不归路了。他以为右相给了银牌便是护身符了，也不想想，他才是荔枝转运使。倘若他把事情办砸了，右相只需要收回银牌，他们两个的关系便没有任何联系。去，说的太对，于长史也可以明哲保身。今日的上议是骊山的安排的，大家的权责也是骊山的布置的，那转运之法和完善之道也是骊山的带头研究的。上友别说了，他只负责服务，帮着大家解决问题。这话说的滴水不漏啊，那办成了，功劳全是他的；办不好，那是骊山的转运不到位呀。各位的同柴之情，某真的收到了。我明日还得赶路，真的，诸位请回吧。李大使采，恭喜！得转运之法。昔日同买醉，今朝欲得水。朱门虽未起，50人已飞。两位兄，初心何在？韩兄，愿君保重。李大使大人大量，苟富贵勿相忘。是，待你日后发达了，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上林署的旧友啊！是。梁元兄，也别忘了咱们多年的同窗情谊，情比金坚，情比金坚啊！我在上林署待了半辈子了，别的道理不懂，但我知道，这眉结桃则翠，杏结桃则硕。但不管怎么变，桃还是桃。我虽然得了右相的银牌，但我李善德还是李善德，没有变。所以，诸位的东西我真的不能收，带回去我真的不能要，请回吧。要不说你阿爷能办成事儿呢？你看你阿爷这为官之道，那是赤子之心不改呀。如此高洁，令人敬仰，难怪右相赏识啊！各位大人，请回吧。那就不打扰了。是不打扰了，不打扰了。哎，走，好。梁元兄，告辞啊！跟上啊！来了，走，跑着。
刺史，岭南朝集使传来消息，荔枝使李善德拿到了右相的银牌，与荔枝都使于常侍一同来了岭南。同行的还有谁？别吞吞吐吐的。还有被右相钦点的无商代表阿米塔。怪不得海上找不到阿米塔，找错方向了。李善德的计谋，居然引诱阿米塔进了长安。你们两个滚出去！惹！照这样说，你没有必要在我这儿一惊一乍的。你的事情，今后再说。现在当务之急是，这个安米塔已经逃到了长安，已经远离了是非之地，他为什么要回岭南？他不怕死吗？这个事儿跟右相有没有关系啊？刺史，你是赤峰的地方大员，就算阿米塔挑拨了你与右相的关系，右相想要责罚你，也要走官场途径，先要奏请圣人罢了你的官，再招入京城量刑定罪，绝不可能就派这几个人过来兴师问罪啊！更何况岭南是你的地盘，现如今你手中又有兵于府，这几个人何怕之有啊？依我看呀，八成是右相惦记上了荔枝转运的油水，派这个于常侍过来盯着。这个于常侍是出了名的上有别，贪官的那套路他比咱熟。天下贪官都一样，都懂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既然荔枝转运的事儿木已成舟，不如就任由于常侍发挥，咱们只要伺候好了他，将来他在右相跟前给咱们美言几句。要是真派来个死板的蠢材，那要是让阿米塔给挑拨了，还不一定出什么岔子呢。不管怎样，你算好了他们到的时间，妥善安排。有。李大使，怎么都快到了岭南，还闷闷不乐呀？这天气比我出发的时候又热了，这地儿也不好存留。等这荔枝真转运起来，就这天气，不乐观。先前看到李大使的文案，纸面上不痛不痒的，星夜兼程走这一遭，某真觉得这荔枝转运啊，确实不易。不过李大使，你莫要忧心。此次我们是接受了右相的委派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便没有办不成的道理。这操作上的事儿，可以让刺史府的人帮忙操劳操劳，他们不添乱就不错了。李大使莫不是跟刺史府的人有过节？闹了点小误会而已。是，对，闹了点误会。现在有右相的银牌，又由您帮我，刺史府应该能帮忙。等到了岭南，咱就去何刺史那儿好好的聊聊。
使、荔枝使亲临岭南。哎呀呀，哎呀，是于都使吗？于都使，九牧圣明，没想到于都使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。听说贵妃的诞辰宴也是于都使一手采买操办的，了不得呀！某今天一见，三生有幸。久闻何自使威名，早前是海上蛟龙，带着兄弟叱咤一方海域，如今又成了岭南的父母官，又能护佑一方百姓，真乃佳话呀！哎呀，何自使，其实某啊，早就想来拜访，奈何一直身在宫中，此次终有机会相见，某定要跟自使好好的叙叙旧啊！哎呀，于都使啊，我们以前见过。何自使心系长安，想必很多事情都有过交集，说不定真还见过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一见到于都使，就倍感亲切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我们有前缘呐！李大使，哎呀，果然是右相的银牌。李大使啊，古人云：“一日不见，三秋兮。”你我这么多日不见，这得是多少个秋夕呀！啊，这一路风尘，不劳自使费心了。阿弥陀，自从你离开了以后啊，义父这心里啊是日日担忧啊。现在好了，你回来了，我这颗心呐也就踏实。你要答应义父，再可不敢走这么远的地方，啊？放心吧，义父，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再走了。蓝月呢？我怎么会为难一个下人？放了。何自使，请二位尊者移驾吧。嗯，府内准备了几个珍馐小菜，给二位接风洗尘。嘿，是。听说二位尊者要来，道侣相迎。相信二位尊者已经看到何自使这澎湃的热情，立志转运事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今年隆冬大旱，圣人颁下了支度诏，命文武百官节省公用开支。圣人体恤民情，做天下表率，连华清池的修建都给停了。如此华而不实的应酬，会不会折损了圣人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？于都使言重了。岭南依山傍水，多鱼多蟹，这海鲜比稻米都便宜，还真的就是一些岭南特色的家常小菜而已。何自使身为父母官，招待好二位尊者，就是
为圣人分忧，圣人又怎会怪罪？哎呀，何子时，你莫怪某，某呢，就是一个急性子，一想到贵妃诞辰在即，某心里想，首先要把荔枝转运的事情办好、办稳、办成功，这是自然的。哎呀，是啊，某啊，既为都使，是要给李大使做好服务工作的。李大使，你若有什么要求，不如现在提啊。那我就直说了呀，6月初1马上就要到了，5月19日必须出发。还请刺史召集各位官吏，提早安排。何刺史，你觉得呢？对呀，是敬不等人呐。都听好了，即日起，岭南大小官吏听李大使调遣。对了，阿米塔是右相钦点的湖商代表，不知阿米塔此行有何打算呢？于主事，阿米塔是我的义女，一直是在为我做事。我久居岭南，每年除了要按时把足够的赋税交予朝廷，总是扪心自问呢，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些，生怕辜负了圣人和右相对岭南的信任，所以我才让阿米塔应了这个差事。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竭心竭力，可以鼎力相助，荔枝转运呐。是啊，义父他一直说想以湖商商会的名义资助转运，为圣人分忧，为贵妃添喜。哦，那么便要问一问了，这湖商商会资助的钱是投呢，还是赠啊？湖商商会这些年在唐土承蒙圣恩，这钱自然是赠的。如此甚好啊！哎呀，某啊，没想到湖商商会如此阔绰。这荔枝转运之事，何刺史，你是既出钱又出力，某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何刺史见谅，两位大使连日奔波，有些乏了，不如改日再叙。于都使啊，这饭当真不吃了？不必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闲置的小院儿，于都使到那儿下榻，早早歇息。某自有安排。李大使，不如你去住啊。我回驿站住，驿站我住的熟悉。义父，右相差我协助李大使，许我事必躬亲，我便与李大使同住驿站了。好。那于都使，何刺史，告辞了。告辞。这个于承恩呀，就是个上有别呀。你看他这个能装啊，把自己搞得廉洁奉公，一代清流。这2日，若是刺史府来人，无论什么东西，都不要收。明白，蝇头小利不屑一顾，咱们等着大鱼上钩。这次，某不钓鱼了，
奴要活生生的吞了他。还有那个李善德，都敢在我面前摆官架子。阿米塔一个劲儿的挖坑让我掏钱，这岭南是老子的地盘，还反了他们了。哎，老赵，你记住，既然他们给脸不要脸，那他们运他们的荔枝，我做我的刺史，谁也别烦谁。今日我见他对于都是毕恭毕敬的，为何要吃了他？一桩旧事，不提也罢。阿米塔、李善德倒是扑腾不出什么花来，可那个于常侍不容小觑。今日这一出廉洁的戏码，肯定是演给李善德看的。你没听阿米塔故意说商会捐款，那就是在提醒于常侍，商会资金雄厚啊，宦官都是小心眼儿。咱们要是喂不饱这上有鳖，他把这个债记在心里，将来在右相跟前乱说些什么，对咱们可是得不偿失啊。可他毕竟是高州刺史，这些年又一直在替右相办事，若是真吃了他，如何跟右相交代？他在岭南当了那么多年土皇帝，想去找一些把柄，还不容易吗？烦死了！我是真想把他们都扔江里喂鱼去。他们住哪儿了？城西的一处院子，比咱们给他准备的还要好。看来这胃口不小啊！老赵，你可要切记了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岭南是块肥肉啊！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我怎么去跟右相哭穷啊？那咱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某今日发现阿米塔和何有光之间有些微妙，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这一夫一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也回来了。姐夫，哎，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秀好吗？秀长高了吗？秀长胖了吗？他有没有想我？你说你这一气这么多问题，长高了，也想你。哎呀，这回荔枝啊，能准时能赶上贵妃的寿宴，这秀不用当官了。哎，我还听说你要到了右相的银牌啊！你这儿呢？这睡觉都得拴身上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回长安呢，我最没想到的是顺顺利利能见到右相。你世人都说这个右相跋扈，但现在也只有他能压得住何有光，能让荔枝顺利转运。听说你找右相要了个人哦，于常侍。哎，我举荐的。你说人多帮我，我这办起事情来，我离成功更近呐，是不是？你离成功近了，我离死就不远了。我以右相使者的身份在岭南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如履薄冰，步步小心，我苟活到现在。前段时间我在空浪峰碰见了赵新民，差点就把我身份查出来，我还庆幸没有人指认我。你可倒好，一步到位，你从长安带右相的人到岭南来指认我来呀！不是我没想到这一层吧？我回长安我就忙荔枝的事儿，我焦头烂额，我没想到这层，没想到。你去死吧！你没想到这层你回一趟长安，是非黑白你都分不清了。于常侍是谁？是右相的狗腿子。你也是他狗腿子吗？我不是狗腿子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我接个死差，我回到长安，我办这个事儿，谁也不帮我，那我只能找右相吗？他好使。我告诉你，李善德，
谁跟右相搭边，都得死。我要扳倒右相。行，咱不说这个了，行，不吵了，咱我给你带胡饼吧。来，不吵了啊！我一个胡饼就能打发我吗？不是，我没想到这层啊。一兜才行。我要扳倒右相，记住了。来看，李大师此番赴长安，原以为会历尽艰辛，没想到归来却是五彩缤纷啊！你是光看到贼吃，没看到贼挨打。白苏了，你怎么在丽园啊？听说你打道回府，一早我便去驿站等候。没想到人去屋空，只好到这里守株待兔了。我昨日回来呀，我就忙了，这不像个样。5月19日不要开拔吗？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刚才还跟20多个官吏交代人员调动的问题。阿斗啊，一会儿啊，他们可能会派人来帮忙。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个如何批枝，如何护果，如何取竹，如何装瓮，这些细节你得跟他们交代好。那些官吏怎么会听我的？哎，即日起，你的荔枝园啊，就正式为御用荔枝园了。你是给圣人办事的，谁敢不听你的？苏老，我就说吧，狗不会忘的。骂人呢？骂人呢？你们不是常说狗富贵了，也不会忘记主人吗？狗富贵，勿相忘。勿相忘。不过大师，你还是忘了小老的一个提醒。听说你让阿弥塔做了我们湖上的代表，是这样。这个阿弥塔跟何有光不出了那档子事儿吗？所以呢，我就在右相面前求了这个身份，为了保护他。但是人家阿弥塔，让我也转告您，他说呀，他这个虚名，他就是个虚名，啊，他呢，拿现在长安的话讲，他不负责荔枝这个生意的具体操办，啊，这里边的事儿还是由您负责，啊。此前啊，阿弥塔从未与你共苦，如今你却要与他同甘。大师的善良无以复加，小老无言以对，无地自容。自从大师来到岭南，小老便与大师相依为命。但愿来日我们能比翼双飞，勾肩搭背，一同将新鲜的荔枝运往长安。还有苏老啊，这回呢跟我一起回来的，有个内廷的于常侍。于常侍，对，现在应该叫于都使了。于都使，对啊，他以前在长安呢，就负责这个物品的转运呐，跟采买很有经验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呢？具体的你可以跟他商量。好，不过小老还是心有余悸啊，天晴还要防阴雨嘛。那个荔枝转运、沿途商务都由小老经营，这些于都使可曾知晓？知晓，我在路上我跟他说的明明白白啊，他还夸您说您呢是行业翘楚，大唐之有朋。哎呀，看来，于都使也是一只好狗。但愿我们大家都是好狗。好狗。哎，对了，大师，你说要给我们带长安的家酿呢？没有忘啊，真没有忘。但是在长安呢，我这是日夜忙差事儿啊，而且这路途遥远，我怕带来坏掉了。就交代给你一件事，你还给忘了。你的记性还不如班雀呢。但是我在驿站给大家备了葡萄酒。哟哦，一会儿我去拿来啊，再叫上阿丽啊，咱们一起无限畅饮。无限畅饮，这也是长安的词儿。
我真准备了葡萄酒啊。阿丽怎么了？